王才女有没有单独见过什么人？尤其是晚上。胎儿已经有骨骼，至少有4个月了。王才女的病历中并未有记录。翅膀上的粉末是被人粘上去的。蝴蝶从灵宫殿的气窗飞进去，事先粘在蝴蝶翅膀上的火石粉落在尸体上，火石粉遇热即燃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个医正一定知道些什么。看来这承恩宫被废弃确实有些古怪。不过这无人敢靠近的废弃宫殿，是不是私会的好去处呢？秋秋，你看，整个承恩宫只有这一处偏房被修缮整齐，看来此处不一般。这里应该是最近才被清空的，但有些奇怪。请仙主好好享受吧。屋子有问题。有迷烟，轻敌了。只要和清白扯上关系，任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一定会被束住手脚。仙主将我捆起来，他们便无谣言可造。绣魂楼一案，虽然孙之望和卢正廉皆已伏法，但谁都知道，幕后诸多侵害宫人的达官显贵，仍在逍遥法外。大理卿吴越坤，痛心于律法遭践踏，下属被陷害，更痛心正义不得。但他也知道，人证物证皆毁，依靠正常的手段根本无法得到真正的公正。于是，他决定兵行险招，打算用自己的方式，让这些人付出代价。如何让这些人付出代价？大理卿听过娄绰的招供，找到了手臂内侧有伤疤的恒王，他假意谋取恒王信任，慢慢摸清了那帮人的底细。5日前，他与恒王在杨侍郎家中密会，他趁机将自制的毒药撒入池中。为了不引人怀疑，大理卿宁愿亲赴毒池，与他们鱼死网破。好在苍天有眼，大理卿及时服下解药，保住了一条性命。真是可歌可泣，感天动地。圣上一定会法外开恩，褒奖大理卿的一片苦心，哪怕大理卿毒杀了圣上的亲生儿子。是不是想说我空口无凭，随意攀咬？我当然有证据了。大理卿的贴身之物，圣上御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找证物了。这可是我放掉杨侍郎家那池毒水后，在池底意外发现的。这一瓶毒，是我专门为你配制的，与池中之毒有9成相似，入水冲淡后，便有10成相似了。这样的小药瓶，我在你府上藏了5、6瓶。别急，等嫩叶菊来搜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藏在哪儿了。现在缺的是人证，娘子自是不会认的。你家车夫也早跑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杨侍郎家的门房那晚见到你了，他可以作证。他撒谎，他是撒谎，可此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。你最擅长毁尸灭迹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无中生有。你能信口雌黄，我也能颠倒是非。承蒙你们这些前辈的教诲，我又学会了不少断案的新法子。既然你喜欢玩，我一定陪你玩到底。我死也不会让你如你最好说话算话，但别以为可以一死了之。你敢自戕，我一样会把这故事做实，让你吴家灭门，断子绝孙。反正我无父无母，天煞孤星，不怕活着，更不怕死。可是吴越坤，
你怕不怕？哎呦！都怪那几个贱人，我都已经要金盆洗手了，是他们非来要求我，说他们离开了绣红楼就没了营生，求我帮帮他们。也是他们几个人出的主意，可以去各位大臣的府上，既安全又尽兴。我一时心软，就答应了他们。我被他们害死，我被他们害死了呀！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想救你的妻儿，就把你的罪行一桩桩、一件件都写下来。1个时辰后，你是走阳关道还是奈何桥，就看你自己了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是谁？阿娘，我要阿娘。那边，不过应该被他跑掉了。我去追。县主，有发现。原来如此。最简单也是最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，就是利用月光。假象凌乱，唯独这面墙没有堆放东西。那人是利用铜镜的角度，将月光投射在北侧这面围墙之上。这就是萧兄想要验证之事。试试看。影子太模糊了，屋内光线太暗了，会不会是月亮移动，铜镜反射不到足够的光亮？距离刚才不过约1刻，空中无云，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这里少了一个东西。太日
局常利用小孔观测日食，但若想日影清晰明亮，需有此物聚光。此人心思缜密，方才事发突然，才让我们发现破绽。再试试。先主，太史城，刚刚那些鬼影是你们弄出来的？那人用打磨过的珠片聚光，用刃线绑上这些纸片，像操控皮影一样变换所谓鬼影的形状，再通过控制远近，让影子变大变小。不光是用鬼影作怪，还故意让风声吃下胀肚的食物，费这么大劲，不图财也不害命，只是为了吓唬人。是。既然都扮鬼了，只是捉弄几个倒霉的宫女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害人呢？你到底还是来降服了？不来怎么找凶手？你要是能在这儿找到凶手，我叫你师傅。为何不行？你果然有事瞒我。啊，对，我瞒着你，在醉仙楼喝了好酒，哎，我还吃了一碗上好的红烧羊肉。查到了什么呀？看来是什么也没查到啊！我猜啊，15年前上元夜，萧府就根本没人去过段王府。排除嫌疑，也算有所收获。裴爷，放下吧，太过执着只会草木皆兵，扰乱心智。原本清晰明了的事，也会变得难以琢磨。但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，我还能相信谁？放心吧，当年是如何说的，如今还是如何说。阿娘觉得他是真的忘记了吗？县主聪明玲珑，今日前来，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喜欢这熏香。若他想起，便要设法应对；若没有想起，便要阻止他想起。县主在这里没有问他想要的答案，恐怕也不会再来。多谢阿娘，开日先回太史局了。你阿耶就要回来了，见个面你再回去吧。不必，今日之事，也不必告诉父亲。开日先回去了。原来世间真有如此特别的花朵，我还当是夸大其词呢。圣上，你看，微风一吹，银光闪烁，倒像是水珠一般。此花虽不似牡丹雍容华贵、大气坦荡，但却娇俏妖娆。这香气嘛，也是若有似无的，让人忍不住一再靠近。难怪叫做百媚生呢。
娘子果然是闭月羞花耶！此花应赠美人呐。老奴这就给娘子摘去。送修为回宫，快！送修为回宫！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哼！兴庆宫之中，竟有如此残忍之事！速遣内乐局彻查此案。奴婢遵旨。多谢太师丞相帮，那个袍子，老主帮您烧了吧。有了。快！贤主，你才刚恢复原职不久，可别乱来啊！圣上交代过，你不可验尸。你小声一点，别人就不会知道。什么百媚生啊？怕不是鬼魅的魅吧？江作成怎么说？弄巧成拙，吓得筛糠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带回去，明日再审。老大，我听说啊，南海有一种食人花，花种细小如沙，轻盈如尘，不易察觉。落在人身上便扎根下来，以人肉为泥，骨髓为肥，待到发现时就已为时已晚，只能活生生被抽干吸净，痛苦而死。香秀，定是宫中之物。香囊里的花种发了芽，借着墙壁里的泥土和春雨，开出了花。请四肢看看，这绣法可是香绣？回县主，这就是香绣，而且这般绣工必是碧柔无疑。喊他出来。碧柔不是上宫局的，是王才人宫里的。县主稍后。县主是说，这香囊的主人已经死了。回县主，这个香囊是我送给韩笑的。是淑妃宫中的韩笑。韩笑身上可还有什么特征？韩笑两只脚的脚踝内侧各有一颗朱砂痣。长得对称，十分特别。县主，那尸体上可有？我在掖庭局查到了韩笑半年前的出宫记录。圣上体恤工人们，每个放出的工人都会给一笔安置费，让他们能够自行婚娶营生。这笔钱他已经取过了，出宫的时间和户籍都在上面了。长安县，
请问这里可是蔡家？是。娘子是从宫里来的，可认识我阿姊韩笑？你是韩笑的妹妹？我是真真。娘子可有阿姊的消息？谁呀？阿娘，他们是从宫里来的。二位可有韩笑的消息？韩笑是我在宫中最好的朋友，自他出宫之后便断了联系。我今日来长安县办事，就想来看看他，怎么会失踪了呢？韩笑可在宫外有什么交好之人？他从来也不跟我们说这些，我也不清楚啊。小娘子，我听说朝廷会给出宫的人发放一笔安置的费用，可是真的？当然，那可是很大一笔钱。那我们能去领吗？怎么，家中很是缺钱吗？我当家的身体弱，只能替人看看铺子，赚不了什么钱。可这家里处处是花销，多亏以前韩笑懂事，他能吃上皇粮，还能贴补家用，是我们家的顶梁柱。既然要靠韩笑养家，那不更应该先找人？人是要找的呀，可我们一家人也得活下去啊。大娘子真是不易，我身上只有这么些钱了，给。只是不知道哪里还能有韩笑的消息。有阿姊先前寄来的信。哎呦，快去拿来，快！早些年的已经没有了。这是前2年一直到阿姊失踪之前的信，我都仔细留着。小娘子看看是否用得上。我改日再来。若还能有什么想得起来的，记得随时告诉我。一定。哎呀，韩笑能有你们2位这样的朋友，可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娘子，若你能找到我阿姊，便告诉他，我长大了，我爹500个元宝能挣1文钱，可以贴补家用，他不用那么辛苦了。还有，若他真的不想回来，便走吧。我不求他回来，只愿他平安。藏好了，别让任何人发现。若你爹娘想要送你进宫，或是让你嫁人，就拿着这块玉牌去兴庆宫内夜去找我，记住了吗？你答应我，我就帮你找姐姐。给阿爷看病的钱，弟弟读书的钱，家中修灶台的钱，东起买炭添衣的钱，这些信里基本上都是家里要钱，韩笑给钱。那家人在装穷压榨女儿，你一带钱买这些信，就是在助长他们讹诈的习气。你再看看这信上有没有说点别的？他出宫以后要去哪儿？需不需要父母接应之类？余下还有许多未打开的，待我一一看完，就算有，也不值那些钱。这羊肉好嫩，快吃尝尝。我给韩笑家的是上贡的银饼，一旦拿到市面上，就会有人报关，钱很快会回来，所以这些信没花钱。
我去京兆府和长安下衙都查过了，这半年来没有韩笑入籍的记录。人出宫了，尸体却又回去了。看来凶手不仅能在宫中自由活动，去哪都不会被怀疑，还能自由进出宫。这人得是什么身份啊？还能去后宫藏尸体？太史丞相林福，他就行。也可能不是显赫之人，而是身份足够低微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让你放的消息放了吗？放了。韩笑人缘不错，知道他死得那么惨，肯定会有工人提供线索的。圣上不是吩咐低调破案，避免引起恐慌吗？圣上还吩咐要尽快破案呢。吃饱了，我们回内业局等消息。这么快就来了？县主万安，奴婢是淑妃宫里的清泉，我知道是谁杀了韩笑。桂泽花的香膏，姐姐好品味。哎，姐姐，你不签这借条了吗？签。姐姐，手怎么这么抖啊？手抖得厉害，写不了字儿。我帮姐姐。吴监座，结局我已经写好了，钱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胡监座，好身份的叫法呀！我的钱只借给朋友，姐姐这般换我，令我好生伤心啊！你要怎么样？我要姐姐真心待。姐姐到底在怕什么？怕我还能把你怎么样不成？我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本事。姐姐若不信，来试试。哪个不长眼的？福昌县主，胡监座好雅兴。一场误会。好大的狗胆！对县主不敬，还敢光天化日欺辱工人！娘子，你不要污蔑人啊！我是以为哪个不长眼的没规矩，这才开口骂了人。县主，那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小的吧。再说了，哪里有人欺辱工人？这位姐姐来找我帮忙，不小心打落了书卷。一派胡言！你拍在她身上做什么？娘子，你不要毁人清誉啊！碧柔姐姐摔倒了，我将她扶起来。不信，你问姐姐。别怕，你如实说。好了，胡监座不是说了吗？一场误会。我有话要问他，你回避吧。奴婢告退。碧柔姐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啊？今儿个因为姐姐，我可被冤枉惨了。回禀县主，奴婢是来找胡监座借钱的。方才奴婢不小心摔倒了，是胡监座将奴婢扶起，还请县主不要错怪胡监座。那误会解开了。县主既然有事儿要问小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起来？哎，啊，你去外面等我们。是。这位是？不关你事。哎，认识韩笑吗？壁上花那事儿之后，谁人不认识他呀？除此之外呢？啊，他在出宫之前
也是我曾帮扶过的人。钱是你借给他的，可不是嘛？出宫前还欠好大一笔呢，幸亏呀，这宫里给的安置费够丰厚，才将将的把本金给还上。那利息呢？那只能算了呗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天干的，净是些赔本的买卖。赔本的买卖为何要做？我心好啊，都是苦命的人，遇到难处了，总得帮扶一把，不是？真是好心。那他出宫之后，你可又帮扶过？县主说笑了，掖庭局只负责将宫人送到寺观处安置，任他们各有去处。这去向为何，掖庭局从不过问，怎么会再见到呢？啊，硬要说起来的话，还真见过一次。切，你是想说那日的宫墙里？我开个玩笑。你也想被嵌进宫墙里养花？小的错了，县主饶命。我可以饶你，可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啊！县主吓唬我。这条项链坠子，见过吗？哎呦喂，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虽然不曾见过，但想必是哪位妃嫔的宝贝吧？上寝局的红芍说，这东西是你送给他的。我呸！那个不知轻重的贱婢，此等物件岂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有的？可是他说的清清楚楚，是掖庭局监座胡达托人送给他的定情之物。县主，我贪财也好色，可是贪财在好色的前边，惜命更在这贪财的前边。县主尽管带他来与我对峙，也让他把掖庭局的内事一个一个确认，找到他说的那个中间人。这时辰也不早了，近日因为韩笑姑娘的案子，圣上广开天恩，准备再放一批宫人出宫。奴婢还有许多差事要做，无法奉陪二位，见谅，见谅。那胡监座若是有什么一时想不起来的，也别忘了来内业局找我。自然配合县主办案。你不喜欢读书，为何用这么多书做摆设？我自然是爱读书的，这些都是平日里我常看的。县主慢走。胡达这趟差事要出宫，太史丞也注意到胡达的马车套上辔头了。我刚查看过了，他这院子里没有艾草，他房间熏香淡雅，他可看不上艾草，是有人故意把韩笑的死引到胡达身上。活该，他那个样子，连我都想揍他，肯定得罪了不少人。什么借人钱财，不过就是私自放贷，收高价的利息。我得查查，他一个从九品监座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他的书架第3层有一卷礼记，如果能拿到的话，里面应该会有东西。礼记？整个书架只有那一卷书被翻动过，我想应该不会是因为他喜欢看。太史丞先回吧，跟踪胡达就不劳烦太史丞。今日无需值夜，我同县主一起去。来了，快！敌人无聊得很，太史丞随时可以回去。关心也是一样追踪星辰踪迹，有时候几个月才会移动毫厘。原来太史丞才是行家。不过这胡达既然着急出宫办差事，
为何不慌不忙地吃起酒来了？不对，作战的人呢？我没看见。酒楼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不对，那家。这边。太史城知道往哪儿走。那架马车比寻常的宽出不少，能走的街巷有限。我们现在位于方中的东北隅，马车能去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尽管马车速度再快，但我们走小路，即便以我们现在的步速，也一定能够在延乐巷口拦住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太史城走条更快的路。来，县主，请先行。忘了太史城不会功夫了。观车班进马营。县主，买鸡啦！大公鸡啊！卖鸡！哇，这谁泼的泔水啊？给我出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泼的？这泔水从你店里面泼出来，不是你是谁？你看我这一身，你赔钱！也自己不长眼还有理了？你个没良心的！谁没良心？谁没良心？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的，滚！臭死了！啊！我告诉你赔我钱啊！你。老君，吵什么呢？他不赔钱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，行，老君，滚回去！慢走。救我！救我！来人呐！来！救我！让开！让开！别动！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！卖鸡啦！哪个扫良心的泼的泔水啊？看到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是谁？谁没良心？说说嚷嚷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我这个怎么算？滚！这。你去了哪里？有人要杀你，你不想知道是谁？想我死的人那么多，谁知道是那个不想还钱的钱掌柜？你在宫中放贷，哪儿来的钱？杀你的不是你得罪的人，就是你仰仗之人。你现在只是个背负着杀死韩笑罪名的替死鬼。我这。胡达，胡达！
车夫的脑袋被砸中，当时就死了。我听围观的群众说，胡达是被蝙蝠咬死的。他不是被咬死的，是被蝙蝠毒死的。县主，这是旁边几道的。蝙蝠怎么会在白日平白无故的攻击人呢？胡达身上有玲珑草的味道，所以引得蝙蝠狂性大发。玲珑草，是他房内的熏香？不，他衣服上沾了玲珑草的粉末，是有人趁乱撒上去的。但这么多蝙蝠能藏在哪儿呢？是被切断的。有意思，从那盆泼出去的水开始，胡达就入局了。太史丞去追的是不是一个身穿黑袍、头戴兜帽的大个子？就是他。那人有些驼背，左应前伸后前，应是常年拉重物所形成的习惯。方才县主去救胡达时，还同他擦肩而过了。艾草，那人身上有艾草的味道，勾陷胡达的就是他。可惜没能追上，是我不自量力了。太史丞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可是只凭一瞥就锁定了凶手，他对这一片应该非常熟悉，所以才能这么快脱身。将胡达尸体带回内业局，凶手定是宫中之人，跑不了。是。县主可曾见过这样的标记？我在那人的板车上见到的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见过？是进房，宫中进房的板车、木桶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进角宫常年拉板车，左应前身后前，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而且清角宫多用熏艾来驱除味道，太史丞果然厉害。哎，福生，我家人有约，你去书屋等着我啊。哎，你。本性难移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您是第一次来西川的吧？是啊。人生地不熟的，定需要个向导，换便宜的，只需2个大钱。不贵。哎，钱等会再给。如果是没有来过西川的人呐，定是会被真正的西川盛景所震撼。您没摔着吧？好，没事。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城里的事。那就有劳你了。这西川城啊，共分3大势力。主上，郡主不许您饮酒。我喝点酒怎么了？还管我？他是我爹还是我是他爹？饮酒还我？这爹，您又偷喝酒啊？哎，月儿，没有，我没喝，小九喝的。那，爹撒谎，九哥可从来不喝酒的。那个。哎，月儿，你看，我刚才跟你九哥学了一种切瓜的方法啊，我切给你吃，很快，来，瓜拿上。哎，放这。看着啊。你九哥的刀不行，小九，换一把。
本来想提前出手将水搅浑，没想到又让宋敬野这老东西给摁住了。他一定是发现商会内部出了问题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不敢招惹车虎诀。哎呀，麻烦也没那么麻烦。你谁呀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大人，小人荡光了全部的家当，置办了这身衣裳。我骗他们说这是您赏的，他们以为小人得宠了，就没敢拦着我。太不像话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有点脑子。你都听到什么了？会长，是麻烦就有解决的办法。会长这种称呼，也是能随便叫的。麻烦如果解决了，您就是会长。哼，你叫什么？小人见姓孙，名思明。孙思明，看来祖上也是读过书的人。过来。大人。脑后生反骨的东西，你敢偷听我说话呀？你是活腻歪了吧你？大人，我拼了性命赌上这一次，我真的能帮你解决麻烦呀！我身边的人多的是，不缺一条狗。你仔细看，这街上可只有一辆马车。还真是啊，骆驼、骡子什么都有，偏偏没有马车。因为整个西川城啊，只有3辆马车，都归3位大人物所有。至于旁人嘛，要么骑马，要么就是你看到那些骆驼、驴车喽。所以我才说嘛，我要是遇到他们的马车，那马车内8九不离10就是那几位大人物，自然是避着点好。马帮帮主车夫爵，冀北商会会长宋敬野，西川城城主文玉，这3个人昨天我见过了。啊？你骗谁呢？那几位大人物啊，是你亲眼见着了吗？真的，因为响水湖的水毒是我解的。啊？响水湖的水本来没有毒，有毒的是旁边的那个雕像。我把那个毒解了，帮主车夫爵送我一块进城的令牌。哎，你知道宋敬野住哪儿吗？你想干嘛？我想再见他一面。哎，不可能！为什么？这宋敬野不轻见外人，何况你手还站着马帮，贸然上门，不被打死了算你走运。既然你和陈脸情况这么熟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哎，不用找我，我还没给你钱呢。小偷！思明啊，到了啊，思明。思明，思明，思明，怎么被打成这样？全是血！哥，这次咱们的运气来了。你都要死了，还要什么运气啊？我命大着呢。再说了，想要飞黄腾达，就得出点血。什么是飞黄腾达呀？我要做西川王。啊？我要做西川王。完了，思明啊，你这被他们打傻了呀！在别的地方，像咱们这种人，想要翻身，想做人上人，就只有造反一条。但是在西川不一样，只要有胆识，只要有脑子，我们就一定能翻身。哎，你别跑，我不找你要钱。
想不到这里竟然还有条暗道啊！我还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才不走寻常路呢。哦，行了，别装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香灰宝治百病，纯属无稽之谈。你要是家里有患者，我帮你看看。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，那你再给我一些钱，我自己去找医师。我说你是小鸡贼，我这钱不是都在你那儿吗？我真是医师，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？医师，医师，求求你救救我弟弟！这怎么又一个抹灰的？香灰包治百病啊，纯是无稽之谈。打点水给他洗洗啊！快点儿！不怕疼吧？来吧。哎，别咬牙，再咬碎了。找个什么东西咬一下。这个行。来了啊，忍着点。是条汉子。我弟从小就比我能忍。好了。哎，不流血了。哎，思明你自己看，真不流血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医师这针线活真好，谢谢谢谢。没事没事，本来就没什么大碍，皮外伤而已。不过记得他的伤口不能碰水，要勤换包扎。哦，对，我再开一个药粉给你，没事就给他涂一涂啊。啊，谢谢您。哎，敢问医师，您怎么称呼？哦，我叫福生。福生，是你在城外解的水毒？是我。来西川的人，大多都有自己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图财，就是为了图一个前程。那些人能走没走，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你也不必可怜他们，把自己来西川要做的事做好就可以了，没必要跟那些帮派扯上关系，不然容易沾上麻烦。哼，我说的话你往不往心里去都行。但是我孙思敏马上就要发达了，今天算你捡了个便宜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日后你要落了难，我可保你一命。那就提前谢谢你了。你信我说的话？信呗。走了。哼。哎，哎，医师，我弟弟是不是真傻了？你还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没想到你真的会治病，你今晚住哪？财神宿屋呗。哎，你看那个钱袋是不是你掉的？我说你良心发现就不能亲手给我呀？哎，贼不走空，还给你，坏规矩。我刚才就在你身上闻到一股药材味儿，这药主治夜不能寐，宁气养神。那我得提醒你啊，拿香灰一块煮，只会让患者的病情更加重。哎，那你能治吗？那我得见患者。哎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不是说你要去财神宿屋吗？等我姐姐同意了，我就带我姐姐过来。哦，她是你姐姐。亲的。一个很照顾我的姐姐，比亲姐姐还亲呢。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等会儿。哇，这匕首是我平日里防身用的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也值点小钱，但是以后不能再偷鸡摸狗。好。哎，先告诉我你叫什么？我叫葫芦。给你。哇，勉勉强强吧。走了。
真是世风日下。本少侠没钱怎么了？没钱不还有这张帅脸吗？连口饭都不肯吃，真是小气。喂，你们西川的人都不会说谢谢吗？我家小姐说谢过少侠。谢谢就完了，不请我吃顿饭？少侠风度翩翩，气度不凡，看着不像吃不起饭的样子。少侠还是莫拿小如寻开心了。哎，这就完了？要是佛山在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让小爷饿肚子。还是先回残神寺屋，说不定有吃的。哼。徐补华，你给我出来！看城主女儿那泼辣劲儿，徐武将军一出可有的手。出来！徐补华，才够劲儿啊！我今日本就想上城主府与郡主相聚，郡主怎么如此性急？一大早就跑到我马帮的门口来了，难道郡主连几个时辰都等不了了吗？等不了啊！若是跟你说不清楚，我连饭都吃不下了。行，那随我尽量细说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那出来我自然更说不清啊。文城主既然已经将你许配于我，那你便是我徐补怀未过门的妻子，怕什么？我来就是为了这个，徐补怀，我不愿嫁给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这父母之命又怎能逆反？我听说郡主最讲孝道，难道想让文城主背上一个教子无方的骂名啊？郡主，你未嫁，徐补怀未娶，我觉得这桩婚事正合适。车帮主，我话说得很清楚，是我自己嚣张跋扈，不愿嫁他。即便是取消，那也要文城主亲自来提。郡主这番空口白牙，恐怕不合规矩吧？马帮什么时候也这么讲规矩了？能跟城主府联姻，那就得按照这儿的规矩。郡主如果渴了饿了，那马帮自是欢迎；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那还是先请回吧。我听说这汉人结婚之前，这男女双方还是不见面为好，以免不吉利。嘿，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小子的心思，你是不想娶她。帮主，你也看见了，就他那样的，我怕是降不住啊。你就发善心，别让兄弟我遭罪了嘛。你当他是什么？谁都能娶？那可是城主府唯一的千金。你要是娶了她，这马帮跟这城主府就亲如一家，拧成一股。到时候还怕一个小小的商会不成？那我们现在也不怕呀。猪脑子！你要是不娶，
那保不准文城主就会到那商会物色新的这个女婿人选，到时候人家两家合意见，看见还打得过他吗？再说，哎，这小丫头长得挺好的，你要是娶了这么一个既率性又漂亮的媳妇儿，那是你小子的福分，便宜你了。帮主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帮我杀个人。啊？你想杀谁啊？马帮徐补怀。他怎么惹你了？他要娶我啊！啊，那可真是不想活了。你说什么？干不干啊？我干不过他，我去了只能送死。胆小鬼！那你陪我去。我更不行了，我只会救人，我哪会杀人？不用你杀人，你就假装我相好的，让那个徐补怀退婚就行了。哎，不对，怎么到了他这儿就不用为你拼命了，我就得替你去杀人啊？那你去。算了，我还是别去了。浮生也不愿意去，是吧，浮生？不是，主要是我没给别人当过相好的，这怎么装啊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配合我就行了。行。行什么行？不行。你至少得换身行头吧？你这身行头哪行啊？别给咱们西川郡主丢脸。说的有道理，这事包我身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一早我来接你。那你们二位吃好啊。哎，这就不吃了？走了。我行头怎么了？好看。又是假的。会长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儿。好事儿是，你看，自从咱们满西川城都开始找这个东西，那么很多宵小之辈正好借此之机，做出了很多几乎这种可以以假乱真的文权预判。那如今现在满西川城全是这种东西，就连咱们都找不到真家伙，您想那宋敬野就更不可能找到真的了。就你会说话。宋敬野也是你能直呼其名的。宋会长，宋会长，是碍事的老东西。是碍事的很呐。可是现在咱们手下都是熟面孔啊，根本就近不了他的身呐。这老东西身边不正好有一个自己凑上来的孙思明吗？扶我下车。哦。哎呀，再救出褶来了。这衣服没有我那粗麻布衣舒服。待会儿我们就速战速决，你就忍忍。走吧。郡主服一时，真是稀客啊！自然点，打个招呼。你好啊。徐补将军，我今天是来退婚的。退婚？我与浮生已经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了，对吧？婚约乃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们两个私定终生可算不得什么。况且，只要郡主愿意给我机会，我自信，一定也能让你心悦如火。我才不会喜欢你呢！哎，我就直说了吧，这婚是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，
好啊，想退婚可以。那文城主知道吗？居捕将军若是不肯退婚，那你就不怕名声受损吗？这又从何说起啊？因为我跟浮生已经，你说。我说什么？这种话什么时候你要让我一个姑娘就说出来？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。行了行了，有话稍后再说吧。来人，上菜。这可是我们这2、3个月大的小羊羔，味美肉嫩。2位男的来一趟，都尝尝。郡主，你先吧。你自己吃吧。哎，不用管他啊，我们自己吃。来，不是，哎呀，尝尝，来。你还没死呢。大人不让小人死，小人不敢死，小人这条命还留着大人您处置呢。去帮我办件事儿。会长大人您吩咐。今天晚上让宋静野看到这个，怎么做我不管，但不能让他发现你。若是办砸了，你可知道后果。这怎么做不到？容易得很。只是小人这条贱命虽然不值钱，但是做这么重要的事，是不是也得开个价码啊？你好大的胆啊！胆小的人也不敢问会长大人您做事啊。事成之后，全家拖出奴籍。谢谢会长大人。会长，此人留不得。还用你说？啊！城主府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？城主最近倒是很少露面，倒是他那女儿文珏，今天赶早在马帮大门口大闹了一场。文瑜这只老狐狸，到底是看我商会出露头角，他开始忌惮，还是他自知命不久矣，要给他女儿找个靠山？看来坊间的流言还是有几分实处。哎，会长，要是他们两帮联手，告诉手下的弟兄们，最近做事别太张扬。等我把那个老东西除掉，坐稳了会长之位，他马帮吞了我商会的东西，我定让他百倍奉还。小姐，徐国怀同意退婚了吗？我想明白了，退婚这事儿不能靠外人，还得靠自己。他之所以想把我嫁出去啊，还不都是因为他那个病？可老爷的病跟您的婚事有什么关系？你想啊，他是担心自己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就没了靠山。只要他的病能治好，我再跑他面前哭上2场，我就不信他还舍得把我这宝贝女儿给嫁出去。确实，不过小姐，我快赢了。我赢了，小姐真聪明，又赢了。